为了帮村里的100万斤白菜卖个好价钱，我卖掉了房子，在全国各地找渠道求老板。可年底分红那天，全村人却拿锄头堵在了我的门前。陈阳，凭什么你拿3万，我们全村人一人才分2000多？就是啊，凭什么？城里读了几天书，心都变害了。我看着这群白眼狼村民，索性把我的那份扔了出去，带着全部渠道离开了村子，转头做起了线上农业销售。第2年，当村民们看到因卖不出去而烂在地里的200万斤白菜时，村长带着所有人跪在了我的公司前，求我收购了他们的白菜。可我只是冷笑一声：我的公司不收垃圾。陈阳，你这账不对吧？大山叔，哪里不对？凭啥你自己拿3万？我们这几十户人累死累活，最后一人才分2000多。大山叔，合同是我签的，渠道是我找的，没有我这些白菜现在还烂在地里，我拿我该拿的有问题吗？什么渠道不渠道的，不就是打个电话的事儿？我们信你才让你去联系，现在钱赚到了你就想独吞，做人不能忘本，就是忘恩负义的东西，白眼狼。行，你们说我拿多了，这3万我1分不要，都给你们。杨子，你等等。李婶儿，有事儿。杨子，这是你应得的，婶子不能让你这么受委屈。这是按原方案你们家该得的钱，你1分没动。婶子，这钱我不能要，我说了，我1分不要。你这孩子咋这么犟呢？那群人就是喂不熟的白眼狼，你别跟他们置气，快把钱拿着，去城里也要花销啊。我不是置气，我是真的不想要了。这个村子也就婶子你还当我是个人，这钱你留着，以后想干点啥别指望他们了。那你以后有啥打算？去城里，我大学同学在那边，能找到活干。那就好，那就好。好孩子，是村子对不住你。喂，陈阳啊，你小子跑哪儿去了？走也不说一声。有事儿。那啥，你留下的那个收白菜的老板的电话，你发我一下。明年我们还准备继续种，还得麻烦人家不是？好啊，我发给你。哎，好，这就对了嘛。陈阳啊，你也别生气了，乡里乡亲的，为点钱不至于。明年赚了钱，少不了你的好处。不过，那个是我以前用的号，现在不用了。你们打过去，就说是石头村的就行，他知道。知道。好，挂了啊。发财梦，明年见。这帮人简直不是东西。陈阳，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被这帮白眼狼欺负。当初那18万，要不是我在中间兜底，他们能赚到1分钱。现在倒好，过河拆桥都过去了。你早该想到了，跟那帮人没道理可讲。这次要不是我为了帮你，特意用新身份证注册了个新号码，陪你演了这出大老板收菜的戏，他们能信？赵磊，这次的事儿谢了。说这话就见外了。兄弟是干嘛的？不就是这个时候用的吗？合同是我们公司出的，风险是我们担的，没有我，这事儿根本办不成。你拿那3万怎么了？那是你应得的信誉费。对了，他们没再联系你吧？李大山打过电话，要那个大老板的联系方式。你给他了？你疯了？给了，不过我把我那个废弃不用的手机号发给他了，然后我当场把卡掰断了。高，实在是高，给了个空号，我真想看看明年他们对着几百万斤白菜哭鼻子的样子。我不想看，我只想离他们远远的。说得对，跟那帮傻子没必要纠缠。下一步怎么打算？我公司最近正好要扩一个部门，做农产品线上销售，你对这行熟又有经验，来帮我。好，这一批的高山红薯300吨，溢价15%，告诉合作方必须严格按照我们的分拣标准，次品率超过3%，直接打回重审。明白，陈总？行啊，陈总，这部门才打起来几个月，单月流水已经突破200万了，你这是要把我的主营业务都给超了啊？还不够，这只是开始，供应链的护城河还没挖深。你这家伙简直是个工作狂，村里那些破事儿算是彻底忘了吧？不产生效益的人和事，没有记住的必要。哎，陈阳，别看报告了，想不想看点好戏？什么好戏？我找人去他们村附近打听的，今年他们尝到了甜头，胆子大了，把村里所有的地都种上了白菜。大白菜，大白菜，2分钱一斤，2分钱一斤啊！买不买都来看一看了啊！2分钱一斤的大白菜，
产量是去年的5倍，200万斤打底。他们活该，现在估计肠子都悔青了。那个空号估计快被李大山打爆了。关我什么事？够绝！200万斤白菜，2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白菜一旦堆积发热，不出3天就会大面积腐烂，属于他们的灾难才刚刚开始。卖个屁！镇上的菜市场全堵死了，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1毛钱一斤也没人要。1毛，我喊到5分钱，5分钱，人家菜贩跟躲瘟神一样躲着我们，说我们这是烂大街的破烂玩意儿，白送都嫌占地方。一来一回，老子连油钱都亏进去了。天老爷呀，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可是把家里5亩地全种了呀。烂了，地下的全烂了。这菜一旦发热，3天就得全成烂泥。李大山，你不是说渠道没问题吗？你不是说你打个电话，人家老板就来收吗？人呢？收菜的车呢？你冲我发什么疯？号码是陈阳那小子给的，我怎么知道打不通？打不通你不会继续打。今天不把老板叫来，我们全村人都跟你拼了！打，现在就打！开免提，让我们听听。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这回是空号，不可能啊！陈阳明明发给我的。你个骗子！你不是说拿到电话就跟拿到摇钱树一样吗？是陈阳那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使了坏，他给了我们一个假号码。放屁！当初在祠堂，谁带头说陈阳就是打个电话的事儿？是谁说没了陈阳我们照样发财？我们信了你的鬼话，把财神爷给气走了。现在你跟我说假号码，我为了种这批白菜，在镇上借了5万块的高利贷呀，这个都是值钱啊，我的命啊！村长，你去求求杨子吧，我们都知道错了，我们把人家的好心当了驴肝肺，你带头去给他磕头认错，他心软，他肯定会管我们的。对，大山叔，去找陈阳。当初是你看的账本，你带头闹的事儿，你必须负责把人找回来。去哪儿找啊？他把电话卡都掰了扔了。省城那么大，几百万人，我去哪儿给他磕头？我好像知道杨哥在哪儿。你说什么？在哪儿？我有个表哥在省城一个电商公司当保安，前几天他发朋友圈说他们公司新来了一个高管，是个大神，带着他们做几百万的农产品项目。我表哥偷拍了一张他们开会的照片，那个人跟杨哥长得一模一样。这是杨子，我的天爷，他当大老板了。我们当初到底是瞎了哪只眼啊？把这么一尊真神给得罪死了。二狗，你表哥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地址在哪儿？天爷呀，这楼咋这么高，看得我头晕。大山叔，这是杨子待的地方，咱是不是走错了？这地方看着就吓人，进去要不要收钱啊？没走错，腾飞科技，我表哥发的就是这4个字儿。都给我精神点，别像个叫花子似的丢人。咱们是来请人的，不是来要饭的。一进去都听我指挥，谁也不许乱说话。您好，几位先生女士，请问有预约吗？或者需要找哪个部门？俺们没预约，俺们找陈阳。陈阳，请问是哪个部门的陈阳先生？我们需要核对一下。哪个部门俺们不懂，就是你们这那个从石头村出来的大学生，长得高高的，瘦瘦的。你们找陈总。陈什么？您是说我们新农产事业部的总经理陈阳，陈总。他当老总了，这才1年不到啊！完了，大山叔，杨哥他成大官了。陈总现在正在开高层会议，几位如果不介意，请先到那边的贵宾等候区稍坐，我会向陈总的助理通报。各位请慢用。别乱动，碰坏了你赔得起吗？大山，咱是不是错了？咱当初就不该赶他走啊！那200万斤白菜可咋办啊？大山叔，你快看，那是谁？杨子啊！杨子啊，你救救我们吧！村里的白菜全烂了。保安，把这群闹事的给我轰出去！陈总，俺们错了，俺们真是来磕头认错的，求求你给条活路吧。赵磊，陈总，带他们去负1楼的小会议室，别在这里脏了公司的地。说吧，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杨、陈总，村里的白菜烂了，现在村里连狗都不敢往打谷场去，那可是全村老小的命根子啊！说完了。说完了。所以你们今天跑到我的公司哭闹，就是想让我帮你们把那200万斤烂白菜卖掉。对，陈总，我们就知道你肯定有办法。那个神秘渠道，那个大老板，只有你能联系得上。你行行好，再帮村里打个电话吧。渠道，神秘的大老板。李大山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位是腾飞科技的董事长赵总，也是我大学4年睡在上下铺的兄弟。去年你们口中那个所谓的收白菜的大老板，就是他。那个所谓的神秘渠道，就是他的公司。你们真以为天上掉馅饼？我们公司主营业力是科技助农和线上电商，根本就不做生鲜原材采购。去年之所以会掏出18万收你们的300亩破白菜，完全是看在陈阳的面子上。合同是我们出的，比市场高2成的价格是我拍板的，车队是我花高价临时调的。这一切跟你们石头村有1分钱关系吗？唯一的联系就是陈阳，是他用自己的个人信誉和我们俩的交情，再给你们这群白眼狼做担保。去年那18万，你们觉得我拿3万块钱是大头，觉得我只是动了动嘴皮子。那3万是我应得的风险对冲金，万一白菜有农药残留，万一运输途中烂了砸了牌子，赔偿违约金的是我，不是你们。可你们呢？你们贪婪、短视、愚蠢到了极点。你们拿到了那个空号，以为抢到了金饭碗，甚至在背后沾沾自喜，骂我是白眼狼。现在你们的死活与我何干？我凭什么要用我公司的资源去给你们的愚蠢买单？陈总，活菩萨，我们错了，我们不是东西，我们瞎了眼，把您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杨子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看在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份上，你拉我们一把吧。你要是见死不救，全村老小就真的一头撞死在打谷场上了呀！一个村的份上，李大山，在祠堂拍桌子分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咱们是一个村子？你们伙同起来把我逼出村子，以为拿到渠道就能高枕无忧的时候，怎么没想起咱们是一个村的？现在走投无路了，跑到我这里来下跪磕头，用道德绑架我，你们不觉得可笑吗？如果道歉有用，还要合同和规矩干什么？如果下跪就能解决200万斤的烂摊子，那商业的逻辑在哪里？我绝不会帮你们。郑婶，你醒醒，那我们就只能等死了。死是死不了的，去找名片上的这个人，他能吃下你们所有的货。宏发饲料加工厂，饲料厂，杨子，你是不是拿错名片了？俺们种的是大白菜，不是猪草啊。没错，就是饲料厂，他们专门收购各种腐烂变质的瓜果蔬菜，用来做猪饲料。你们那200万斤正在发热发臭的烂菜椰子，他们会很感兴趣。那这价格能给多少？1毛，哪怕8分也行啊。1毛8分，李大山，你还没睡醒吗？能卖个2、3分钱一斤，就算你们运气好。2、3分钱，那跟白醋有什么区别？我那5万块的高利贷怎么还得上啊？我的命啊！白送是血本无归，卖2、3分是能让你们收回一点点本，一点点不至于立刻被高利贷逼死的好。联系方式我给了，路我也指了，这是我看在同村一场的份上给你们留的最后一点体面。现在拿着名片滚出去，从今以后我陈阳和你们石头村再无半点瓜葛，你们是死是活，是穷是富都与我无关，滚！给老子滚开！我家的菜最新鲜，先收我的！你底下的全黄了，谁敢挡我，老子今天跟他拼命！抢吧，使劲抢！等你们狗脑子打出猪脑子，老子再收拾你们！都别打了，排队，按户头排队！准你的李大山！要不是你个老狗当初带头算计陈阳，我们会落到这步田地！你还敢指手画脚，打死你！再打，老子现在就掉头走人！看你们这菜烂的，猪吃了都得拉稀。价格变了，1分钱一斤，卖不卖？不卖我马上走。卖，我们卖，求你别走！杨子，他们把菜卖了，1分钱一斤给猪吃了，村里人打成一团，大山被踢断了肋骨，地都荒了，村子完了。婶子替他们跟你说声对不起，也谢谢你给的活路。石头村的局结束了，我的局
才刚刚开始。陈阳，这地方环境是真绝了，土质也肥，可这路那是人走的吗？咱们那辆越野车底盘都快刮烂了，物流成本太高了。好东西从来都不在好走的地方，这里的蔬菜完全没有农药化肥的痕迹。这倒是，不过这村子穷得叮当响，比你们那个石头村还破。村民能懂什么是标准化种植？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个名字，懂不懂得看带头的人。山里条件简陋，只有自己炒的粗茶，两位老板将就喝。王支书，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们配批高山萝卜和双打菜，品质不错，我们公司想收，按照目前的市场收购价，再给你们加5个点。赵老板，你们大老远跑来，我很感激，但这个价我不卖。王支书，做人不能太贪，5个点已经不少了，你们这山路18弯，运费全是我们在贴。赵老板，这不是贪，我们清水村种地不用一点化肥，全是手工除草，农家肥养地，这产量连外头大棚菜的一半都不到，按市场统货的价钱加5个点，村民们连买油盐的本钱都收不回来。我们穷，但我们不卖贱菜，实在不行就烂在地里当绿肥，也绝不糟蹋这块地。好一个绝不卖贱菜，王支书，你是个聪明人，也是个硬骨头。市场价我不按统货算，我以高于目前省城顶级精品超市收购价的30%，独家买断清水村全年所有的蔬菜扩产。疯了，30%，这成本会炸的。陈老板，天上不会掉馅饼，你开这么高的价，要我们拿什么换？拿你们的命脉换。第一，绝对的生态标准，禁用一切违禁农药化肥，只要被我抽检查出一次违规，整个村子永久拉入黑名单，这辈子不再合作。第二，绝对的服从调度，种什么、怎么种、什么时候采摘，必须严格按照我公司技术团队的指令实施。第三，绝对的契约精神，我出高价，你们就必须保证质量和独家供应，谁敢背着我偷偷把好货卖给别人，法庭见，我让他倾家荡产。王支书，这3个条件等于把清水村的脖子拴在了我的裤腰带上，你敢不敢接？陈总，我当过兵，我不会说那些漂亮话，我只问你一个问题。问。我们清水村的人祖祖辈辈都在土里刨食，别人看不起我们，叫我们泥腿子。我们这帮人跟你签了这个合同，你能保证让我们种出来的东西有尊严的卖出去吗？我保证。我不仅让你们的菜有尊严，我还要让你们这些人站着把钱挣了。干了！只要陈总你一句话，我们清水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陈阳，溢价30%是不是太激进了？咱们后期的营销成本和物流成本如果压不下来，这项目绝对亏本。不会亏。你怎么这么肯定？因为现如今最贵的从来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安全，是健康，是信任。去注册一个新品牌，叫什么？青山，青山优选。陈总，底漆已经铺完2/3了。工程队说，再有半个月，重型冷链车就能直接开到咱们大队部门口。蓄水池和灌溉管网的进度呢？省里来的水利专家昨天刚走，80万的专项资金全砸进去了。主管道已经连通了山泉，明天就能覆盖全部梯田，绝对不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陈总，菜还在地里长着呢，你这修路320万，水利80万。400万的真金白银，眼都不眨就砸进我们这穷山沟，你就不怕我们拿了钱翻脸不认人？王支书，我买的不是菜，是规矩，也是底气。石头村为了几万块钱能掀桌子，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穷怕了，觉得资源是可以抢的。我砸400万在清水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跟着我陈阳，不需要抢，只要守规矩，金山银山我给你们铺到家门口，谁要是敢砸我的锅，谁要是敢砸陈总的锅，我王建国第一个废了他。清水村上下134户，谁敢坏了生态种植的规矩，立刻逐出村子，族谱除名。很好，保持这个觉悟，准备迎接第一场硬仗吧。陈阳，88块钱一盒的番茄，
136块的双打高山白菜，这定价是普通市场的5倍。我们没有做任何砸钱的流量推广，直接上架高端生鲜频道。这要是遇冷，咱们的牌子第一天就砸了。慌什么？打开看看。扫它。这也太透明了。这就是我要的尊严。我卖的不是番茄，是一份从泥土到餐桌不容置疑的安全契约。5倍溢价，在这个充满科技狠活的时代，真实的信任是无价的。陈总、赵总，上线了，生鲜平台开售了。动了！1分钟库存下掉20%，3分钟5000份精品蔬菜盲盒，售罄，总交易额突破68万，成了！陈阳，你真是个天才！88块钱的番茄被抢疯了。这才刚刚开始。陈总啊，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们青山优选的销量，俺们都看着眼红啊！俺们大刘村地势平坦，大棚几百个，产量绝对是清水村的10倍。只要陈总点个头，让俺们加入联盟，这产量绝对管够。陈总，这是俺们村的一点心意，买几盒好茶叶喝，以后质检啥的还望陈总高抬贵手，大家都发财嘛。赵磊，大刘村的背景调查念给他听。大刘村主推大棚反季节蔬菜，过去3年内因滥用植物生长提及剂被工商部门警告2次，土壤重金属抗超标4%。另外，村内财务账目混乱，刘富贵本人涉嫌克扣农户化肥补贴，且有组织村民聚众阻拦外地客商货车的恶劣前科。这都是误会，陈总，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现在只要能跟您合作，俺们绝对改，绝对改。刘富贵，收起你这套肮脏的把戏。青山优选的联盟不是垃圾回收站，我要的不仅是好山好水好土壤，我更要人好。从今天起，联盟立下铁规，想进青山优选的门槛必须过3关。第1关测水土，任何农残超标、重金属超标的村子直接淘汰。第2关查账目，村干部有任何贪污、劣迹前科的直接淘汰。第3关看民风，有聚众闹事、不守契约精神前科的直接淘汰，永久拉黑。你大刘村3条红线全踩，现在带着你的脏钱滚出我的公司！保安，陈总，你再给个机会啊，陈总。下一季度的冷链扩张计划，按照原定路线加速推进。陈总，干什么的？老实点！陈总，是我是二狗，石头村的二狗啊！有事儿？陈总，俺是来找活干的，村里待不下去了呀！自从那200万斤白菜1分钱1斤喂了猪，村里的天就塌了。大家为了还债，能卖的都卖了。李大山被要债的打断了3根肋骨，瘫在床上，他老婆卷了家里最后200块钱跑了。俺在城里找了4个月工作，俺没学历没技术，连洗碗人家都嫌俺手脚慢。俺已经饿了3天了，陈总，你行行好，看在同村的份上，给俺在公司安排个保安也行啊。别来这套，下跪、道歉、打耳光，对我没用。我这里不是慈善堂，更不是收容所。如果你想要施舍，出门左拐，3公里外有救助站。俺知道了，俺这就滚。俺这种人就是烂在阴沟里的命。但如果你想靠自己的手吃饭，我给你一个机会。这是清水村第2生产基地的地址和王建国的电话，就说是陈阳让你去的。听清楚，去了那里，你从最底层的装卸工和清分工做起，装卸高山白菜100块1吨，清理堆肥池50块1个方，多劳多得，不劳饿死。能不能干下去，能干成什么样，能看你自己。你要是敢偷懒耍滑，或者跟在石头村一样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王建国会立刻打断你的腿，把你扔进山沟里。到时候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会再管你。路我给你了，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选。陈总，俺明白了，俺这就去清水村。俺要是干不出个人样，俺就死在粪坑里。陈阳，你是不是疯了？你居然把石头村的人塞进我们的核心生产基地，那帮人是什么德行你还不清楚？万一他本性难言，坏了咱们的生态规矩，
或者去王建国那边搞破坏怎么办？赵磊，记住一句话：人性经不起考验，但人性可以用极其严苛的规则来重塑。李二狗已经到了绝境，他的贪婪被现实彻底击碎。这个时候给他施舍，他会变成永远的吸血鬼；但给他最苦最累的计件工作，他会爆发出比任何人都强烈的求生欲。就算这样，他要是起歪心思呢？清水村不是石头村，王建国手底下的纠察队24小时盯着每一个大炮。李二狗要是敢伸一次黑手，他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我是在验金，也是在立威。我要让所有联盟村的人看看，跟着我陈阳，不管是曾经的仇人还是乞丐，只要你肯卖命守规矩，就能活得有尊严。但只要你敢触碰底线，下场比死还惨。短短2年时间，从零开始，打造出估值数亿的顶级生鲜生态帝国。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青山优选的创始人陈阳先生。今天我站在这里，拿到的不仅仅是一座奖杯，这座奖杯属于他们，属于青山优选联盟背后的15个村庄，属于那上万名默默无闻，把指甲缝里的泥土当作信仰的农民兄弟。很多人认为农业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去压榨土地和农民，换取最高的利润。但青山微选证明了一件事，只有让种地的人挺起腰杆，有尊严地拿到他们应得的回报，这片土地才会长出最干净、最无价的果实。我的底线就是让所有跟着我守规矩的人站着把钱挣了。陈总，不，陈盟主，我王建国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我就说3句。第一句，感谢您，没您，我们还在山沟沟里喝西北风。第二句，佩服您，有良心，有铁腕。第三句，我代表15个村的人跟您发誓，只要您信得过我们这条命就卖给青山优选了。谁要是敢在背后搞破坏，坏了您的规矩，我们自己清理门户，绝不给陈盟主丢脸，绝不给陈盟主丢脸。干！好，未来的天下是我们的，干杯！陈阳，你今天在台上的样子真帅，这15个村子算是被你彻底捏成铁板一块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规矩如铁，这是唯一的育人之道。对了，跟你说个事儿，你那个老家石头村你还记得吧？怎么了？没了。什么没了？整个村子从地图上被抹掉了。自从那200万斤白菜喂了猪，村里的人心就彻底散了。年轻的跑去城里打黑工，老的在村里混吃等死，地全荒了。前段时间镇上搞土地资源整合，把他们整个村子的土地使用权打包卖给了一家大型的生猪养殖集团，听说价格低得吓人，几乎等于白送。那帮当初为了几百块钱能把脑浆子打出来的村民，拿着少得可怜的安置费，像丧家之犬一样被赶走了，各奔东西，自生自灭。那个李大山没搬走，他瘫了，走不动。推土机进村那天，轰隆隆的把几百年的老房子全推平了，李大山就躺在床上，动也动不了。最后是被工程队的人连人带床垫硬生生抬出来的。抬出来的时候，他满嘴流着哈喇子，死死盯着推土机，手指着原来祠堂的方向，嘴里咿咿呀呀的叫唤，眼珠子都快瞪凸出来了。也不知道是后悔还是不甘心，就那样在露天的泥地里躺了半宿。第二天早上，人就直挺挺的凉透了。陈阳，你没事吧？没事，那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明天上午10点，召集所有高管开会，讨论下一季度的产能扩张。我们要把防线推到省外去。好嘞，陈总。陈总年轻有为啊，鄙人张伟，丰饶集团战头部副总监。我不记得我的行程表上有丰入集团的预约。出去敲门，等我的秘书团报。陈总，规矩是人定的，我们丰入集团主动登门就是最大的规矩。我今天来是给你送一条登天梯的。我们集团非常欣赏青山优选的品牌理念，所以我们决定全资收购你们，现金3个亿。不仅如此，收购之后，陈总你依然可以留任品牌事业部的总经理。虽然只是个挂名的荣誉职位，但我们集团会额外赠送你0.1%的干股，
背靠世界500强，陈总，你这辈子算是彻底实现跨越了。张总的算盘打得很精，3个亿买走我的牌子，那之后呢？你们打算怎么运营青山优选？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用我们丰饶集团强大的工业化供应链把它做大做强。陈总，你那套所谓的生态种植、人工除草、拒绝化肥，简直是浪费成本。收购之后，立刻废除你们跟那15个村子的独家高价合同，换成我们丰饶的标准霸王标准统购合同，收购价直接砍掉50%。那质量呢？那些农户靠什么活？质量，陈总，你太天真了。只要贴上青山优选这个高端牌子，里面的番茄是用大棚催熟的，还是用激素打大的，消费者吃得出来吗？我们集团有最顶尖的化肥和植物生长调剂剂，产量能翻5倍，成本能降1半。至于那些农民，他们就是产业链最底层的泥腿子，给口饭吃就得感恩戴德，不愿意干，有的是人干。张总的意思是花3个亿买走我亲手打造的这个品牌，然后掏空它的灵魂，装进你们的烂泥。陈总，做生意不是搞慈善，你那套带着农民致富的理想主义，脆弱的不堪一击。在这个市场上，没有资本的保护，你以为你能走多远？张伟，你给我听清楚，青山优选不姓陈，他姓那15个村子，姓那12000个手上长满老茧的农人。他的灵魂扎根在清水村的无毒土壤里，扎根在那些农民站直了的脊梁骨里。陈阳，你疯了！那可是3个亿，你敢撕我们丰饶集团的合同？3个亿很多，但我陈阳还没穷到要靠出卖兄弟的骨血，出卖消费者的信任，来换取你们这肮脏的狗饼干。带上你的垃圾，滚出我的公司！好，陈阳，你够种！在这个圈子里，拒绝丰饶集团的人只有2种下场，要么成为我们的附庸，要么成为一具尸体。你选了一条最快通往地狱的路，我们走着瞧。要战便战，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资本硬，还是我制定的规矩硬。距离张伟被驱逐出办公室仅仅过去了48小时，一场蓄谋已久的资本绞杀就已经如同狂风骤雨般降临。这丰饶集团太不是东西了，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损失多少？陈总，挡不住了，热搜前10，我们占了3个，青山流选黑心牌的词条已经爆了。你看看，全网铺天盖地都是黑通告。那个叫舌尖上的老摊的知名美食博主发了几张烂成黑泥、长满绿毛的破白菜照片，硬说是买的我们的青山优选。更恶心的是，丰饶集团不知从哪儿请了几个所谓的权威专家，在三流媒体上连发10几篇文章，分析我们是典型的资本骗局，说我们是在用情怀和故事搂割消费者的智商税。赵总、陈总，刚才线下3家米其林餐厅的采购经理打来电话，要求我们立刻给出解释，否则明天一早单方面停止所有的采购合同。陈阳，我们必须反击！我已经联系了省内最大的3家公关公司，我们也要花钱找水军，把热搜撤下来，跟他们对骂，绝不能让他们这么泼脏水。撤热搜，找水军，骂回去是没用的，你骂不赢一群靠骂人吃饭的狗。在这个时候下场对骂，只会把水搅得更浑，正中张伟的下怀。那怎么办啊？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他们把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品牌声誉彻底毁掉？声誉不是靠嘴说的，是靠做的。他们想用谎言摧毁我们，那我们就用真相去击碎他们的谎言。所有部门总监3分钟内第一会议室集合，立刻。第一步，法务部立刻停止休假，收集今天所有带头造谣的大 V 媒体账号、匿名发帖人的固定 IP 和截图证据，我要让他们知道，造谣是要进去踩缝纫机的。明白，今晚通宵取证。第二步，公关部停止一切与网友的无意义辩论，立刻调取我们15个联盟村过去3年的所有权威质检报告，告诉他们青山优选的底盘稳如泰山，谁在这个时候退单，以后永久拉入黑名单，不再恢复合作。收到，立刻执行。可是陈阳，大客户能看懂质检报告，网上的散户不看啊！只要那个满是烂白菜的黑料还在热搜上挂着，我们的线上 C 端盘子就全完了。网友不信报告，只信自己的眼睛，
那我们就把眼睛借给他们。市场部，从明天早上8点开始，给我开启24小时全天候无死角的农场溯源直播。直播？对，把4K 高清摄像头直接架到我们15个合作村庄的田间地头，从种子育苗、人工除草、物理驱虫、采摘到冷链包装，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我要让全网2亿网民亲眼看着他们吃的每一片菜叶是怎么从清水村的土里长出来的。整个会议室被陈阳这疯狂的举动彻底震慑了。在这个充满黑箱操作的行业里，敢于将全产业链24小时暴赖在阳光下，这需要何等恐怖的底气！光看还不够，我还要你立刻组织一个青山优选品质见证团，从后台申请退单的用户里随机抽取100名，再邀请20家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记者。你该不会是想……没错，包括今天在热搜上骂我们骂得最凶的那几家媒体和博主，全部给我请过来，请他们来我们的核心生产基地进行为期3天的突击式考察，全程直播，毫无保留，全面开放。丰饶集团不是喜欢玩阴的吗？那我们就把天花板砸穿，让这几百万斤的清白全都在烈日下暴晒。散会。建国，陈总，出天大的事了！稳住，说清楚，赵老四怎么了？丰饶集团的人暗地里接触了赵家玉的赵老四，为了搞垮咱们，直接给他开出了比咱们高2成的独家收购天价，而且承诺预付3年的全款，整整500万现金的支票已经拍在桌子上了。釜底抽薪，张伟那个杂碎剑舆论战压不死我们，开始用钱砸我们的基本盘了。赵老四那个财迷心窍的混蛋动心了，他现在正趁着下大雨，背着我们在村委会偷偷召集赵家玉的村民代表开会。陈总，赵家玉要是开了这个反水的头，这股风气一散出去，咱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15村联盟就要从内部彻底被他们给攻破了。陈总，赵老四那个王八蛋，他已经在村委会起草解约声明了，500万的定金支票，丰饶集团的人就压在桌面上。擦擦脸，天塌不下来。陈总，您可得赶紧想个办法呀！这事要是处理不好，人心就散了。赵家玉要是开了这个头，后面指不定还有哪个村眼红，咱们辛辛苦苦建立的联盟就完了。完不了。丰饶集团想用钱砸散我们，只能说明他们黔驴技群了。建国，帮我召集所有联盟村的村叔叔，明天上午10点来公司总部开紧急会议，一个都不能少。那个赵老四，他现在肯定不敢来见您啊。你亲自去请他，就说丰饶集团的动作我都知道了。我准备拿出800万的联盟基金，给所有村子发全年的分红。他要是不来，这笔钱就没他的份儿。明白。他那个见钱眼开的性子，听见分红绝对像狗闻到骨头一样跑过来，我这就去办。各位，今天请大家来只为一件事，想必大家都听说了，丰饶集团想花大价钱从我们联盟里挖人，他们给赵家玉的赵支书开出了比我们高2成的收购价，预付3年全款，整整500万现金的支票。说实话，这笔钱很多，多到足以让任何人动心。所以，我今天开这个会，不是要批评谁，也不是要指责谁，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大家算一笔账。这是法务部连夜调取的丰饶集团过去5年所有的涉南合同凶事案赃，一共372起被告的对象，全都是跟你们一样，为了眼前一点蝇头小利，签了他们所谓高价合同的农民和农业合作社。他们的套路永远都是一样，第1年用极具诱惑力的高价合同预付全款把你套进来，让你尝到甜头，让你彻底依赖上它，让你放弃其他的销售渠道，让你把所有的地都用来种他们的东西。等到第2年、第3年，当你的身家性命、你全村的土地都跟他死死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露出獠牙了。他们会用各种理由，比如市场行情变化、产品品相不佳、农药残留超标，来疯狂的压低收购价，甚至直接拒收。你不同意？可以，那你自己把几百万斤烂菜拉走。可那个时候，你除了他还能卖给谁？你们难道忘了石头村的教训了？他们当初为了多分那几万块钱，把我赶走，以为自己掌握了收菜的电话就能发大财。结果呢？200万斤白菜烂在打谷场上，1分钱1斤卖给猪饲料厂，一个好端端的村子，最后闹得人心散死，家破人亡。为什么？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狗骨头，而放弃了最宝贵的、长远的契约信任。你现在要走的，就是石头村踏进坟墓的老路。陈总，陈盟主，我错了，我不是人啊！
我是被猪油蒙了心，被那500万迷了眼啊！我没签合同，我还没签字啊！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离开青山联盟。起来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是青山大家庭的一员，家人犯了错，我们该拉一把，而不是一脚踢开。不过，丰饶集团张总送上门来的这500万大礼，我们要是不收，岂不是太不给面子了？陈阳，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赵支书，接下来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出好戏，去给张伟打电话，告诉他你愿意反水，并且你要变本加厉地表现出农民的贪婪。这怎么演啊？告诉他合同可以签，但有个附加条款，为保证新鲜度，丰饶集团必须在合同签订的24小时内将500万全款打入你的账户，而你会在收到全款后，将所有货物堆放在赵家峪村口广场。最核心的一点，加上一条违约责任，丰饶集团必须自行组织运力，在48小时内将所有货物运走，逾期未运走，视为丰饶集团自动放弃货物所有权，且预付款不许退还。陈阳，你这是要用货物爆仓，活活憋死丰饶集团的物流链。张伟傲慢到了骨子里，他根本看不起农民，他一定会认为这个先打款自行拉货的条款是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泥体子害怕拿不到钱而提出的愚蠢要求，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签字。等他签了字打了款，我们15个村在3天之内把仓库里所有最高标准最难保存体积最庞大的600万顶尖货品连夜运到赵家峪广场。我要用上百辆卡车的货把赵家峪塞得水泄不通，我要张伟亲眼看着他那500万买下的天价蔬菜在48小时内因为调不到足够的高端冷链运力活生生地烂在他的手里。陈盟主，绝了，这招太绝了，我这就回去组织采摘队伍。赵支书这500万赚回来，全部冲入联盟发展基金，能不能将功补过，就看你这场戏演得真不真了。陈总，您放心，俺就是活出这条老命，也把张伟那个孙子给套进来。把这合同考虑清楚了。张总，大半夜打扰您休息了，俺们村里几个代表连夜开了个会，商量好了，俺们愿意跟丰饶集团合作，甩了陈阳那个周八毛。算你们聪明，识时务者为俊杰。既然决定了，明天一早就把合同签了。签可以签，但是张总，俺们乡下人胆子小，没见过世面，你们丰饶集团那么大的公司，万一以后赖俺们的账咋办？你什么意思？丰饶集团的招牌还会差你那点钱？张总，您别生气，俺们就是图个心安。俺们有个条件，第一，价格必须在原来基础上再加1成；第二，那500万的预付款必须在合同签完的24小时内一分不少的打进俺们赵家峪的集体账户，钱不到账，这合同就不算数。行，没问题。500万买你们整个赵家峪未来10年的独家，我丰饶给得起。还有什么要求？一并说了。还有最后一条，俺们村穷，没有冷链车，俺们只负责把最新鲜的货采摘下来，全部堆在赵家峪的村口大广场上。你们丰饶集团财大气粗，必须在48小时内自己派车把所有的货运走。要是菜烂了，责任全归你们，俺们的预付款绝不退还。48小时内自行运走。赵老四，你真是把占小便宜发挥到了极致。你以为我丰肉集团像陈阳那个草台坛子一样缺车吗？条款我全答应，但我也有个条件，下周的签约仪式必须在赵家峪的村口广场公开举行，我要请全省的媒体到场。张总您放心，俺巴不得早点当众踹了那小子，跟着他赚的都是辛苦钱，哪有跟着您张总发财痛快。陈总，俺都按您教的说了，他全答应了。很好，他入局了。愚不可移的泥腿子，以为钱进了口袋，再把运费省下来就安全了？张总，这个48小时内必须运走所有货物的条款，如果在法律上界定为交割完毕，万一货量极大，我们的物流调度压力是不是有点大？毕竟是生鲜。赵家峪那种穷乡僻壤，随便从隔壁市调10辆大卡车就拉空了。等我拿到他们的独家合同，我有100种方法挑刺，说他们的菜农残超标，品相不合格。到时候这500万，我要让他们连本带利的吐出来，顺便把他们的地皮都给吞了。哈哈哈哈哈！都给老子打起12分精神！这一批青山之心草莓是我们全村最顶级的尖货，碰破一点皮，老子扣你1天的工钱。建国叔，俺这已经是第50趟了，绝对没磕着碰着。好小子，有股子狠劲儿，
快去装车！告诉冷链车的司机，温度必须死死定在0上2度，差半度都不行。光是维持这48小时的冷链低温，运费就烧了咱们快100万。陈阳，你这把玩的太大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张伟想要公开处刑，我就给他一场最盛大的葬礼。这600万的货，就是我给他准备的极乐世界。张总，外界传闻丰饶集团此次以溢价2成的天价收购赵家玉，是为了正面抨击近期风头正义的青山优选，请问是真的吗？这位记者朋友用词太抬举他们了。青山优选那种靠讲情怀故事、搞原始小丛经济的草台班子，也配让我们丰饶集团狙击？我们来赵家玉，只是为了纠正这个行业被某些人带偏的风气，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实力，什么是能让农民满意的高效供应链。赵支书，来跟媒体朋友们打个招呼，告诉大家你是为什么选择弃暗投明加入我们蜂巢的。那还用说吗？张总给的钱多啊，不仅单价高，还一次性给俺们村结清3年的预付款，那傻子都知道选谁啊！整整500万现金，跟着以前那个什么联盟规矩多的要死，俺们农民就认钱，谁给钱多，俺们就跟谁干。哈哈哈！好，赵支书快人快语，我就喜欢和这么纯粹的人做生意。时间差不多了，我特意给青山优选的陈阳陈总发了请柬，可惜啊，他大概是不敢来面对这分崩离丧的烂摊子了。那我们就不等了，签约！各位媒体朋友见证，从此刻起，赵家玉所有的农产品全权归属丰饶集团，立刻走集团的加急通道，把500万预付款现在马上打进赵家玉的集体账户。我要让所有人看看丰饶集团的信誉和速度。张总，钱真的到账了？当然，我说过丰饶给得起。赵支书，这钱烫手吗？不烫手，这钱简直是雪中送炭啊！地震了，什么声音？这是什么？陈阳的冷链车队，他来干什么？陈阳，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这里是丰饶集团的签约现场，你这是扰乱商业秩序！保安，给我把他赶出去！赶我走，张总，你不是特意给我发了请柬，请我来看戏的吗？各位媒体朋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青山优选联盟和丰饶集团的战略合作捐赠仪式。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捐赠仪式？这是我们和赵家运的独家收购签约。赵支书，麻烦你向各位媒体朋友解释一下，刚刚丰饶集团打进来的那500万现在在哪里？各位记者同志看清楚了，就在刚才，丰饶集团打进赵家优账户的500万预付款，俺已经通过企业网银一分不差了，全部转入到了青山优选联盟基础设施发展基金会对公账户里。这500万是张伟张总代表丰饶集团无偿捐赠给俺们15个村子修路改破棚用的善款。你反水！你这个泥腿子敢骗我！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收购你，这是诈骗！我要告你诈骗！张总，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合同第15条附加款，甲方在收到500万全款后，将所有货物堆放于村口广场，乙方需在48小时内自行派车运走，如逾期，乙方自动放弃货物所有权且预付款，绝不退还。张总，你不仅签了字，你还极其配合的在24小时内打完了全款。那又怎么样？违约的前提是我没拉走货，我丰务集团有的是车，就算赵家玉所有的菜全堆在这里，我今天也能拉得一干二净，你算计不到我。您可要看仔细了。卸货，交割。张总合同上只写了收赵家玉的货，可没写赵家玉不能向其他14个村庄进行紧急采购啊。现在货我交了整整3000吨，倒计时开始，48小时内，请张总把这3000吨货全部分拣装车，并且调动足够的高端冷链运力运出这片大山。少1吨，哪怕烂了一颗草莓，这500万预付金我就当做丰饶集团的慈善捐款，笑纳了。你这个魔鬼！张总，您醒醒啊！快叫救护车！据悉，丰饶集团因涉嫌恶意竞争及巨额合同违约，
其在赵家用滞留的价值600万顶级农产品，因未能及时调配冷链运力，已出现大面积腐烂损毁。受此负面丑闻影响，丰饶集团今日开盘即告跌停，市值蒸发超100亿。集团董事会已紧急发布公告，罢免战略投资部副总监张伟的一切职务，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痛快，太痛快了！陈阳，你没去现场看，张伟醒过来后调了一堆破破烂烂的敞篷卡车去拉货，结果车还没开出省件，那些娇贵的草莓和高山白菜就全闷烂了，最后全被当成垃圾拉去了填埋场。那500万的违约金已经彻底锁死在咱们基金会的账户里了，各大资方现在排着队要给咱们投钱，开出的估值一个比一个离谱。陈总，咱们什么时候启动 A 轮融资？不容，不容，这么好的机会。资本的钱带着血腥气，青山优选的根在土地里，在人心上，把那500万全部分发放下去，在15个联盟村，每个村建一所最高标准的希望小学，再建立一个覆盖所有村民的大病医疗互助基金。明白，我立刻去办。陈总，您看，全是环保材料，课桌椅都是按照省城重点小学的标准配的。下个月咱们山里的泥娃娃就能在自己的村里用上多媒体大屏幕上课了。教育和医疗是底线，以后就算我们不在了，这些学校还在，青山优选的魂就丢不了。陈总，见过书，2分厂的草莓布棚温控系统已经全部检修完毕，所有农残检测设备也调试通过了。好小子，干得不错。陈总，这小子现在可是咱们2分厂的生产副组长了，手底下管着30多号人呢，没日没夜的泡在大棚里，比谁都拼命。副组长，陈总，俺没给您丢脸，俺当初说了，干不出个人样就死在粪坑里。俺现在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活得堂堂正正。好好干，路还长着。是，陈总。杨子，婶子用你当初留的钱，在镇上开了家早餐店，生意挺好。你有空回来看看吧，婶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豆腐脑。不回去了，属于我的时代才刚刚开始。